為了逼我修無情道，師尊親手將我推下了萬蛇窟。他在雲端俯視，白衣不染塵埃，我嚇得魂飛魄散。眼前彈幕卻說師尊只是嚇我，一條巨蟒張開血盆大口，我幾乎命喪當場。下一秒劍光一閃，那巨蟒斷成2截，落在我身前的竟是魔界那位人人得而誅之的少主。他一身紅衣，踩着蛇屍，把手遞給我，彈幕瞬間瘋了。怎么是魔尊？这不是正道的光剧本吗？師尊還在雲上面擺 pose 呢，徒弟跟魔頭跑了。我重重摔在泥濘的窟底，四周是死一般的黑暗，無數雙憂慮陰毒的眼睛在暗處閃爍，我嚇得渾身都在抖。就在這時，眼前忽然飄過一行彈幕：女主別怕，師尊早就給那些蛇下了禁制，咬不死人的就是嚇你。他在雲頭上盯着呢，一有危險絕對秒殺全場。這是什麼？還沒等我想明白，一條通體漆黑的巨蟒朝我游來，它張開了血盆大口，那毒牙比我的胳膊還長。我滿懷希冀看向雲端，可那個被彈幕說深愛我的師尊，他依舊負手而立，眼神冷漠如冰。彈幕又說：女主別怕，師尊在讀秒，下一秒就來英雄救美。巨蟒的毒牙狠狠刺破了我的肩膀，鮮血飆濺，我痛得慘叫出聲，眼淚瞬間湧了出來。彈幕似乎也愣了一下，隨後瘋狂刷屏。哎，怎麼真咬了？沒事沒事，師尊肯定是要讓他記住教訓，不破不立嘛。這點苦都吃不了，怎麼配站在師尊身邊？女主太矯情了。好一個矯情，這就是我在他身邊侍奉10年換來的結果嗎？我捂着噴血的傷口，絕望地看着第2條毒蛇撲面而來，這一次是衝着我的喉嚨。師尊依舊沒動。就在我以為必死無疑的瞬間，一道紅光撕裂了昏暗的蛇窟，劍氣凜冽，帶着毀天滅地的煞氣。那條正準備吞我的巨蟒，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直接斷成2截。腥熱的蛇血濺了我一臉，一道紅衣身影落在蛇屍堆上，一隻手有些嫌棄地拎住我的後領，把我提了起來。是蕭盡，魔界那位人人得而誅之的少主，他滿身戾氣，眼底是不加掩飾的嘲諷。沈清寒這老東西是想修仙修瘋了，這是養徒弟還是餵蛇呢？眼前的彈幕瞬間瘋了，密密麻麻的刷屏。我操，怎麼是魔尊？這不是正道的光劇本嗎？師尊還在雲上面擺 pose 呢，徒弟跟魔頭跑了。蕭盡似乎看不見那些字，他大概是嫌我髒，眉頭皺得死緊，但手上卻沒鬆勁。我回過神，眼淚不爭氣的掉了下來。不想死就抓緊。我不解地看着他，還沒等我問他為什麼要救我，他攬住我的腰，已經衝出蛇窟。我下意識的最後看了一眼雲端，沈清寒終於有了反應。孽障，放開他！伴隨着一聲怒喝，一道凌厲無匹的劍氣朝着我們當頭劈下。他根本不在乎這一劍會不會連我也一起劈死。這就是彈幕口中看着狠心，其實一直護着的愛。我渾身冰涼，蕭盡閃身一躲，抱着我的手臂卻收得更緊了。桑寧，你這挑男人的眼光真是爛得讓本座嘆為觀止。沈清寒面色鐵青，冷冷道：桑寧，過來，別逼本座動手。我抓緊了蕭盡染血的衣襟，帶我走，求你。我醒來的時候正躺在一張鋪着獸皮的石床上，蕭盡黑着臉坐在旁邊，手裡拿着一瓶藥粉。他動作粗魯，卻避開了我最疼的地方。我倒吸一口涼氣，忍着點，死了老子還要挖坑埋你，麻煩。我沒說話，只是盯着那些還在飄動的彈幕。女主快回去，師尊在蛇窟邊站了1夜，都吐血了。我看着那一行行字，心裡竟生出一絲動搖。難道真的是我誤會了？畢竟是10年的師徒情分。沈清寒雖然冷淡，但我也曾是他唯一的親傳弟子。蕭盡似乎看出了我的猶豫，他周身翻湧的魔氣驟然凝住。想回去？你忘了萬蛇窟裡的巨蟒了？我縮了縮脖子，沒敢看他。蕭盡冷笑一聲，從懷裡掏出一塊流影石，隨手扔在床頭。看看吧，你那個好師尊的深情。我遲疑着注入靈力，畫面在半空中鋪開。畫面裡，沈清寒正慵懶地靠在榻上，手裡端着一杯熱茶。在他對面，小師妹洛依依正剝了一顆晶瑩剔透的葡萄，嬌笑着送到他嘴邊。洛依依見他神色不悅，嬌滴滴地問：師尊，昨天你把師姐扔在蛇窟，師姐會不會生氣啊？沈清寒語氣淡然：他資質愚鈍，心性不堅，須經生死大劫方能入道。洛依依嬌嗔道：師尊真狠心，不過若是師姐不在了，依依會一直陪着師尊的。沈清寒伸手摸了摸他的頭，眼神寵溺，說還是他懂事。畫面戛然而止，我只覺得渾身發冷，彈幕瞬間被打臉，停滯了幾秒，卻又開始瘋狂找補。誰讓你跟魔頭跑了？師尊這是吃醋。沒錯，師尊是太生氣了才故意找小師妹的。女主你不懂愛。我看着這些荒謬的文字，笑出了聲，一把捏碎了那塊流影石。原來所有的打壓，所有的冷漠，都不是為了我好，只是因為他不愛我，也不在意我。蕭盡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走了進來，見我哭了，眉頭皺得更緊。哭個屁！那偽君子還沒死呢，流着眼淚給他哭喪。他把藥碗往我面前一懟，喝了，別死在我這，晦氣。藥汁苦澀，但我毫不猶豫，仰頭灌了下去。滾燙的藥液順着喉嚨流下，像是點燃了我心裡的火。我把空碗重重放在桌上，擦乾嘴角的藥渍，告訴他我要回凌雲宗。蕭盡動作一頓，眼神瞬間冷了下來。怎麼還想回去找虐？你是受虐狂嗎？我抬起頭，眼神前所未有的清醒。不，我要回去做一個了斷。我不欠他的命，但我欠自己一個公道。蕭盡定定地看了我幾秒，然後從懷裡掏出一把漆黑的匕首，塞進我手裡。拿着，別指望老子去救你。回到凌雲宗的時候，正是正午，陽光刺眼，迎接我的是執法堂的殺威棒。2名執法弟子一左一右，狠狠踢在我的膝蓋彎上，讓我跪下。我傷勢未愈，踉蹌倒地。沈清寒高坐在大堂之上，依舊是一身白衣，高高在上，宛如神奇。他問我怎麼還有臉回來。洛依依依偎在他身側，添油加醋，問我怎能自甘墮落，與魔族苟且。周圍的弟子頓時嘩然，不堪入耳的辱罵聲此起彼伏。我看向沈清寒，哪怕到現在，我心裡還殘存着1/1000的奢望，希望他能問下我的傷怎麼樣了。可他沒有。沈清寒的聲音冷若冰霜：桑寧，
你與那魔頭可有發生什麼？我氣得發抖，我在蛇窟九死一生，他關心的卻是我的貞操。師尊，是蕭敬救了我，若不是他，我已經成了蛇的腹中之物。沈清寒臉色一沉，閉嘴，正邪不两立，宁可身死道消，也不能受魔族恩惠。他站起身，一步步走下台階。不論生死，你被魔族碰過，失真事實。凌云宗不要不干不淨的弟子，念在师徒一場，委实不殺你，但你需要廢去一身修為，自去斷腸崖面壁30年，以此洗去污穢。廢修為，面壁30年，那就是要我的命！我不可置信地看着這個我曾經敬若神明的男人，彈幕此刻卻歡呼起來，虐了虐了！師尊這是吃醋了，好帶感！他越生氣，說明越在乎。女主，我笑了，這就是所謂的愛，把女子的清白看得比性命還重，稍有不如意就扣上蕩婦的帽子，這也叫愛。沈清寒緩緩拔出雙寒劍，曾經他也用這把劍教我習武，此刻劍尖卻指向了我的丹田。桑寧，忍着點，為師是在幫你。我看着那閃着寒光的劍尖，忽然就不想再忍了。我站直了身體，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沈清寒，這一身修為我還給你，但這個徒弟我不做了。沈清寒眼中閃過一絲不悅，說我還不知悔改。他手中雙寒劍刺入我皮肉一寸，鮮血瞬間染紅了衣襟。我抬起手，徒手握住了雙寒劍的劍刃。沈清寒瞳孔微縮，似乎想要抽劍，但我握得死緊。這修為是你教的，既然你覺得髒，我還你便是。話音未落，我猛地逆轉體內經脈，一大口鮮血噴湧而出，濺在沈清寒潔白的衣袍上，觸目驚心。我自毀了半身修為。沈清寒第一次露出了慌亂的神色，雙寒劍掉落在地，他怒吼，聲音裡竟帶着一絲顫抖。桑寧，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我擦掉嘴角的血，笑得凄涼。師尊不是要廢我嗎？我自己動手，不勞師尊費心。洛依依眼珠一轉，立刻尖叫起來，說我寧願自毀，也不願接受師尊的教誨，一定是入魔了，讓師尊快殺了我，否則後患無窮。周圍的弟子也被煽動，紛紛拔劍指向我，口口聲聲說着誅殺魔女，清理門戶。沈清寒似乎被入魔2個字刺痛，眼神再次變得狠厲。既然你要找死，本座成全你。他再次舉劍，這次是衝着我的心口。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天邊突然黑雲壓境，遮天蔽日。那個紅衣張揚的男人帶着10萬魔兵踏空而來，蕭敬手裡提着一把還在滴血的長刀，渾身煞氣衝天，宛如殺神降世。那些原本趾高氣揚的宗門弟子瞬間嚇得面如土色，連連後退。他環視全場，最後目光落在我滿是鮮血的身上。沈清寒，老子的女人，誰敢動？彈幕再一次尖叫。男二上位，這出場帥炸了！但是師尊後悔的樣子好帶感啊！你看他手都在抖。我看都沒看沈清寒一眼，推開蕭敬，想要扶我的手，從懷裡摸出那把他給我的匕首。我手起刀落，割掉自己的一縷長髮，然後狠狠甩在了沈清寒的臉上。今日起，我桑尼與凌雲宗恩斷義絕，師徒情分有如此發。沈清寒驟然失了方寸，急聲喚道：桑寧，站住，回來！洛依依死死拽住他的衣袖，想阻止他，反被他狠狠甩開。可我連頭都沒回，徑直看向蕭敬，嘴角扯出一個虛弱的笑。帶我回家。入了魔域，我成了名副其實的魔女，但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這裡的風雖然冷，但人心是熱的。蕭敬並未強迫我做什麼，反而把我安置在他隔壁的宮殿裡。我自毀半身修為，經脈受損嚴重，成了個廢人。蕭敬不知從何處尋來一堆天材地寶，日日強硬的逼我吃下。他告知我不同藥材的功效，還放話不吃就強行灌下。在他的暴力餵養下，我的身體竟然奇蹟般的恢復了。雖然靈力沒了，但我不想再修仙了。正道的功法講究清心寡欲，講究克制，我不喜歡。蕭敬給我找來了一本《魔功焚天訣》，他說這功法霸道，正適合我這般有反骨的性子。於是我開始重修魔道，沒想到我修魔的天賦竟然比修仙高出100倍。短短3個月，我就突破了築基，直逼金丹。每當我修煉的時候，那些彈幕還是會時不時冒出來刷存在感。師尊病了，日日抱着女主的斷髮買醉，好可憐。他只是不懂愛，女主回去教教他吧，他已經知道錯了。師尊把小師妹都趕去外門了，就在等你回去呢。我看着這些字，內心毫無波瀾。這時候賣慘，晚了。某日，我修煉到了瓶頸，體內氣息翻湧，渾身燥熱難耐。彈幕突然稀稀拉拉的飄過幾行字：女主別練了，她是純陰之體，越練越危險。這體質是極品的爐鼎啊！師尊當年收她就是為了留着做爐鼎的。前面的別劇透，那是大後期反轉。不過確實，師尊養她是想等她元嬰期採補，助自己飛升，所以師尊才給她吃那種催熟的藥，還故意壓制她的修為，就是為了讓她體質更純粹。我看這一行行字，只覺得遍體生寒。原來這就是所謂的天資愚鈍，原來這就是他平時給我吃的那些補藥，根本不是為了我好，而是为了把我養成一個合格的可口的爐鼎。10年的師徒情深，原來只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養豬計劃。我想起沈清寒每次看我的眼神，那種高高在上的審視，偶爾流露出的貪婪，我以為那是嚴厲，其實那是食慾。他在等我成熟，等我能被他吃乾抹淨的那一天，那種被當作食物和工具的屈辱感，讓我恨意滔天。蕭敬推門進來，看我臉色不對，立刻衝過來扣住我的手腕，他關切地詢問我是否走火入魔。我抓住他的手臂，讓他查驗我的血脈。蕭敬雖然不解，但還是照做了。片刻後，他的臉色變得極其難看，周圍的空氣瞬間凝固。蕭敬冷聲道：說我是純陰之體，還被餵了10年，催熟散的真相。蕭敬的聲音冰冷，直言我再晚走一步，結丹之日便會被吸乾修為。真的是這樣？彈幕說的都是真的。我閉上眼，眼淚流不出來，心裡只有滔天的恨意。沈清寒，你不配為人師，更不配為人。我發誓，一定要讓你付出1000倍萬倍的代價。3個月後，上古秘境開啟，這是修真界的大事，各大宗門都會派人前往奪寶。我隨魔域眾人前往冤家路窄，剛進秘境入口，就碰上了凌雲宗的人。沈清寒依舊白衣勝雪，只是
是臉色蒼白了許多，顯得有些憔悴。洛依依跟在他身後，當沈清寒看到我時，眼神明顯亮了一下，那眼神裡有驚豔，有錯愕，更多的是一種失而復得的占有欲。我現在的樣子確實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我是唯唯諾諾的小白兔，現在我是明豔張揚的魔女。他上前一步，語氣帶着施捨般的寬恕，質問我鬧夠了沒有，讓我回去。他還說會原諒我的任性，為我留着位置。我差點氣笑了，原諒我？他哪來的臉？洛依依在旁陰陽怪氣，嘲諷我瞧不上凌雲宗，還嫌我紅衣豔俗。我不理他，目光落在不遠處的一株極品靈草上，那是赤炎草，對我现在的功法大有裨益。沈清寒順着我的目光看去，習慣性的对我发号施令，他讓我采來赤炎草給洛依依突破瓶頸，還要求我懂事聽話。以前我会乖乖奉上，哪怕自己也需要，也会讓給洛依依。但現在我身形一閃，搶在所有人之前摘下了赤炎草。沈清寒露出一絲滿意的微笑，伸出手向我索要。我看着他冷笑一聲，然後當着他的面把那株价值连城的赤炎草扔给了路邊一只正在啃骨头的野狗妖兽。妖兽一口吞下，欢快地摇了摇尾巴。我冷声道：“给狗吃也不给你。”沈清寒的笑容僵在臉上，隨即勃然大怒，他怒斥我放肆，扬言要親手清理門戶。萧敬剛要動，我給他使了個眼色，示意他這件事我自己來解決。我拔出魔劍迎了上去。沈清寒以為我還是那個只能接他3招的廢物徒弟，但他錯了，我已經改修魔道，而且我有外掛。彈幕正在瘋狂劇透，女主小心，師尊要用那招寒冰刺了，攻他右肋。師尊右肋有舊傷，是當年救小師妹留下的，一直没好全。对，左腳也是弱點。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沈清寒一劍刺來，我側身避過，反手一劍刺向他的右肋，剑尖入肉。沈清寒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沒想到我能看穿他的破绽，更沒想到我真的敢傷他。他捂着流血的右肋，連退3步，狼狽不堪。我甩了甩肩上的血，笑得燦爛，嘲諷他這半年修為退步了不少。就在這時，秘境的核心幻陣開啟，眾人被捲其中，所有人都陷入了昏迷。不僅如此，這幻陣還有個缺德的功能，它會在空中投影出每個人內心最深處的慾望，簡直是公開處刑現場。蕭敬的心魔很簡單，全是和我有關的畫面，不是在餵我吃飯，就是在給我梳頭，純情得讓人臉紅。彈幕都在刷，這就是魔尊，反差萌啊！輪到沈清寒了，空中的畫面一轉，畫面裡我被鎖鏈捆在一個巨大的丹爐旁，衣不蔽體，神情痛苦。沈清寒一臉狂熱，雙手掐訣，正在抽取我的精血和元陰。他口中念念有詞，只把我當成飛升的墊腳石，全然不顧師徒情分。畫面極其齷齪且細節逼真，不僅有煉化的過程，還有他平時在腦海裡意淫的各種將我吃乾抹淨的姿勢。全場修士都醒了，幾百雙眼睛齊刷刷地盯着空中的畫面。這就是正道魁首，這就是那個高潔傲岸的凌雲宗主。眾人紛紛嘩然，斥責他道貌岸然，行徑畜生不如。沈清寒還在幻境裡沉淪，嘴角掛着淫邪的笑。洛依依急了，試圖過去喚醒他。沈清寒正沉浸在即將飛升的美夢中，感覺有人打擾，反手一掌把洛依依拍飛了。他厲聲呵斥洛依依，讓他別擋自己的路。洛依依撞在石柱上，吐血暈了過去。彈幕此刻徹底繃不住了，這是為了蒼生不得不犧牲小我，編不下去了。這就是你們口中的高冷禁欲師尊，這分明是個老色批，這也太變態了吧！我塌房了，脫粉回踩，這也太下頭了。我站在人群中看着這一幕，只覺得無比痛快。這一刻就是要把他的皮扒下來，晾在太陽底下暴曬。我趁機飛身而起，指天立誓，蒼天在上，我桑寧今日立誓，沈清寒以師徒之名行採卜之實，陰毒至極。若有半句虛言，我願受五雷轟頂，永不超生。轟隆隆，天際滾過一陣雷聲，那是天道的回應。沒有雷劈向我，反而有一道紫色的雷光直直劈向了還在做夢的沈清寒。這是天道印證，證明我說的是真的。沈清寒被雷聲驚醒，他茫然地睜開眼，看到的是周圍人鄙夷、厭惡、震驚的眼神。水鏡上的畫面還在繼續，他臉色瞬間慘白，慌亂地想要解釋。他聲稱是心魔入侵了他的神智，才做出那些舉動，一口咬定剛才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冷笑一聲，從儲物戒裡掏出一疊厚厚的賬單，甩在他臉上。那是蕭敬幫我從黑市搜集來的證據。我質問他，那些購買合歡藥催熟散的記錄難道也是假的？我強調這一筆筆記錄上全都有他的神魂印記。紙張漫天飛舞，各門派長老撿起來一看，臉色大變，紛紛後退，與凌雲宗劃清界限。有人直言沒想到他是這樣的人，還有人表示休與他為伍，他徹底眾叛親離。沈清寒站在原地，眼神怨毒到了極點，狠狠地喊着我的名字，說是我毀了他。我笑了，看着他，告訴他毀掉他的從來不是我。我一字一句地說，是他自己毀了他自己。沈清寒瘋了，名聲盡毀，讓他徹底撕下了偽裝。他突然燃燒了100年精血，強行破開了秘境的禁制，他的實力瞬間暴漲。萧敬被困在幻陣中，一時無法脫身。沈清寒一把扣住我的咽喉，将我掳走。他坦言，既然名聲沒了，那本座就不裝了，現在就把你办了，只要吸乾了你，本座就能飞升，到時候誰敢說半個不字。他帶着我一路逃回了凌雲宗後山禁地，那裡早就布置好了一個巨大的祭壇，四周刻滿了陰毒的符文，是專門用來煉化爐鼎的。他把我扔在祭壇中央，幾十根鎖鏈瞬間纏繞住我的四肢。沈清寒站在祭壇邊，面目猙獰，哪裡還有半分仙風道骨。他說本想把我養得再純陰些，是我逼得他提前動手。他還說要怪就怪我是純陰之體，不能怪他。彈幕此刻竟然還在興奮帶感，小黑屋強取豪奪，這是要開車了嗎？刺激。雖然师尊很渣，但是這種瘋狂的愛也好帶感啊。我冷眼看着他啟動陣法，並沒有一絲驚慌，因為在秘境裡我已經給蕭敬留了定位，更因為我早就給他準備了一份大禮。陣法啟動，一股強大的吸力傳來，我體內的魔氣開始流逝。沈清寒貪婪的大笑，開始運功吸收。然而就在第一縷
靈力入體的時候，他的笑聲戛然而止，臉色瞬間變成了醬紫色，一口濃稠的黑血猛地從他口中噴出，他捂着丹田，痛苦地倒在地上打滾，不明白他的靈力為什麼在逆流。我看着他狼狽的樣子，忍不住大笑出聲。我告訴他，在他那幾個心腹童子送藥時，我順手換掉了他的药，他吃的那些輔助丹藥早就被我換成了魔域特產的散功散。我解釋說，這種药性緩慢，但只要他一運功就會出現異常。話沒說完，沈清寒臉色驟變，一口黑血狂噴而出，靈力逆流，經脈寸斷。他捂着胸口癱倒在地，語氣裡滿是怨毒。陣法失去了控制，光芒閃爍。我說，現在該我了。雖然被鎖着，但我手裡捏着一個法訣，這是我在魔域學會的傀儡術，專門針對這種失控的陣法。我一聲低喝，你原本锁住我的鎖鏈仿佛有了生命一般，迅速鬆開我，轉而向沈清寒撲去。沈清寒慘叫着，被鎖鏈纏住四肢，掉在了半空中。我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臉，喚了他一聲师尊，質問他現在誰是爐鼎。沈清寒被吊在祭壇上，披頭散髮，狼狽如狗。即使到了這一步，他竟然還在試圖 PUA 我。他強調自己是我的師尊，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試圖用師徒名分綁架我。他許諾只要我放了他，以前的事他都可以不計較，還讓我做大弟子。我聽得不耐煩，反手就是一巴掌。這一巴掌用了十足的力氣，直接把他的臉打偏了過去。我告訴他，他這種人若是做父親，定会遭天打雷劈。我斥責他別用父親這個詞，惡心人。就在這時，禁地入口傳來一陣鬼鬼祟祟的腳步聲，是洛依依。他竟然還想偷偷潛入來救人，結果一進來看到被吊打的沈清寒，嚇得腿一軟就想跑。我開口叫住他，說既然來了就別走了。我一揮手，一道魔氣繩索直接將他捆了過來，扔在沈清寒腳下。洛依依哭得眼淚鼻涕橫流，拼命向我求饒，說都是师尊逼他的，他也是受害者。他出賣沈清寒說，當年蛇窟的事也是沈清寒讓他去挑唆的。他還說沈清寒曾許諾他，只要除了我，他就能上位。為了活命，他毫不猶豫地出賣了曾經最寵他的师尊。沈清寒看着自己最寵愛的徒弟，如今像條狗一樣反咬一口，他氣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大罵洛依依賤人，你敢背叛本座！两人開始狗咬狗，互相咒罵，真是精彩的一出大戲。就在這時，禁地的大門被人暴力轟碎，蕭盡一身煞氣如神兵天降，他看到我完好無損地站着，緊繃的神經終於鬆了下來。隨後他的目光落在沈清寒身上，殺意沸騰，砸碎感動我的人。蕭盡手中長刀一揮，就要上去砍了沈清寒，我攔住了蕭盡。蕭盡不解地看着我，我對他溫柔一笑說，讓沈清寒死太便宜了。我告訴他，殺人要誅心。我當着沈清寒的面走到蕭盡面前，踮起腳尖，雙手環住蕭盡的脖子，我親吻他一口，對他說，蕭盡，我喜歡你。蕭盡一愣，隨即反客為主，緊緊扣住我的腰，加深了這個吻。我們吻得難捨難分，旁若無人。沈清寒就在2米外看着他曾經視作私有物，絕對掌控的乖徒弟，如今在他面前和別的男人親熱，這種屈辱感比殺了他還難受。沈清寒雙目赤紅，發出了野獸般的嘶吼，彈幕徹底爽翻了，爽，太爽了！這就是當面修羅場的快感嗎？師尊綠了，師尊裂開了，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復仇啊！殺人誅心。我鬆開蕭盡，擦了擦唇角，笑得妖冶，問沈清寒，師尊好看嗎？沈清寒嘶吼着指責我不知廉恥，罵我蕩婦。他瘋狂地宣稱我是他的爐鼎。急火攻心之下，他的道心徹底破碎，又是一口鮮血噴出。沈清寒整個人瞬間蒼老了10歲。我推開蕭盡，走到沈清寒面前，他還在喃喃自語，說自己不可能不是正道魁首。我冷冷地告訴他，他已經不是正道魁首了。我伸出手按在他的丹田之上，提起當年他要废我修為時，謊稱是為了正義。今天我废他修為是為了公道。魔氣噴湧而出，蠻橫地衝進他的丹田，將那顆原本璀璨的元嬰生生攪碎。淒厲的慘叫聲響徹雲霄，經脈寸斷，修為盡失。高高在上的沈清寒徹底跌落泥潭，成了一個連凡人都不如的廢人。此時凌雲宗的其他長老終於趕到，看到這一幕卻無人敢出頭。一是蕭盡帶着魔兵壓陣，二是沈清寒醜事敗露，早已眾叛親離。我看着那些長老，淡淡提議，沈前宗主心魔入體，需要魔力心性，不如把他扔進萬蛇窟，祝他早日悟道，畢竟這可是他最推崇的教育方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沈清寒驚恐地瞪大眼睛，涕泗橫流，拼命搖頭求饒。他哭喊着不斷求饒，說自己不去萬蛇窟，那裡有毒蛇。他還以師尊的身份求我，說他是我師父，讓我饒了他，像一條狗一樣在地上爬，試圖抓我的裙角。我嫌惡地退後一步，彈幕終於閉嘴，剩下的只有零星的幾條。這就是報應嗎？看着真爽。我一腳將他踹開，就像當年他把我推下去一樣。魔兵上前拖着沈清寒往萬蛇窟走去，來到了萬蛇窟的懸崖邊，下方萬蛇竄動，毒牙森森，腥風撲面。沈清寒嚇得失禁了，褲襠濕了一片。我對他說，下去吧，師尊，若連這點恐懼都破不了，不配做正道魁首。手一鬆，伴隨着淒厲的慘叫，沈清寒墜入了無盡的深淵。很快下面傳來了令人頭皮發麻的嘶吼聲和咀嚼聲。洛依依在旁邊嚇暈了過去，我也沒放過他，剝奪了他親傳弟子身份，廢去修為，貶為外門雜役。聽說那個管事是最恨綠茶的，洛依依的日子怕是生不如死。我在崖邊站了一會兒，聽着下面沈清寒的慘
叫聲，心中最後一點陰霾徹底散去。蕭敬從身後輕輕抱住我，下巴擱在我的肩膀上。他問我解氣了嗎？我點頭說解氣了。他又問我要不要回家，我轉過身回抱住他溫暖的身體。我說回家。3年後，魔域大喜，我與蕭敬大婚，10里紅妝鋪滿了整個魔都的街道，不僅魔界，連仙界的不少門派也來道賀。畢竟現在的魔尊夫人可是當年揭露偽君子真面目的女英雄。喜堂之上，紅燭搖曳，我身穿凤冠霞起，看着眼前一身紅衣、英俊非凡的蕭敬，心裡滿滿的都是幸福。而此時此刻，在萬蛇窟底部的沈清寒還沒死，他成了一個怪物，雙腿已經被蛇咬爛了，但他憑借着一絲殘存的靈氣苟延殘喘。他面前懸浮着一面水鏡，那是蕭敬特意留下的，名為同喜。水鏡裡正在直播我們的大婚現場，我笑靥如花，與蕭敬拜天地，看着蕭敬滿眼深情地替我挑起蓋頭，在我額頭落下一吻。沈清寒眼中流出了血淚，他喃喃念着我的名字，滿心悔恨的低語。他說如果當初能對我好一點，是不是站在我身邊的人就是他了？可惜沒有如果。彈幕稀稀拉拉地飄過這一幕，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遲來的深情比草芥。就在我與蕭敬喝交杯酒的那一刻，沈清寒看着那個刺眼的畫面，終於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衝擊，在肆意高聲宣布里程的那一刻，沈清寒在無盡的悔恨與蛇蟲的最後一次圍攻中，徹底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死不瞑目。那雙眼睛至死都盯着水鏡裡的那抹紅色。蕭敬挑起我的下巴，滿眼都是我。他說夫人，春宵苦短。我勾住他的脖子，笑得妩媚，回應着他。夫君請。婚後，我與蕭敬聯手整頓了仙魔2界，我們廢除了許多陳規陋習，尤其是嚴禁爐鼎修煉之法，凡是敢把人當爐鼎的，抓一個殺一個。世間風氣煥然一新，而那些曾經在我腦海裡飄來飄去的彈幕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天，我正在蒼穹之巔練劍，突然一行行金色的字飄過，系統提示因沈清寒角色死亡，原定虐文剧情線崩塌，檢測到大量觀眾 ID 曾發表助紂為虐言論，現執行天道反噬。緊接着，我就看到那些曾經為沈清寒洗地、叫囂着讓我受虐的 ID 一個個變成了灰色，然後消失。原來這些彈幕來自一個所謂的高維世界，那些人把我們的痛苦當作娛樂，將虐待當成情趣，將控制美化成愛，他們是另一種形式的心魔。如今因為我的覺醒，因为我打破了剧本，他们的執念終於消散了。我看着最後一行彈幕消失在空氣中，對不起，是我們錯了，你做得對，每個人都該為自己而活。我微微一笑，手中的劍指向蒼天，用力一揮，劍氣縱橫，徹底斬斷了那層看不見的隔膜。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清明，再也沒有那種被人窺視的感覺了，這是真正的自由。蕭敬抱着我們的孩子走了過來，小家伙剛滿月，正咿咿呀呀地揮着小手。蕭敬輕聲問我在看什麼，我收劍入鞘，看着這藍天白雲，看着這乾乾淨淨的人間，看風景，看我們的未來。從此，我不做誰的附庸，不做誰的徒弟，不做誰的爐鼎，我只是我自己。桑寧，魔域的冬天其實並不冷，尤其是魔尊的寢宮，終年燒着暖玉地龍，溫暖如春。我正趴在軟榻上逗弄着搖籃裡的小家伙，這孩子隨蕭敬眉眼英挺，才滿月就知道抓着我的手指不放，力氣大得很。蕭敬端着一盤熱氣騰騰的點心走了進來，他告訴我那是剛出爐的栗子糕，讓我嘗嘗。他一身寬鬆的居家紅袍，少了殺伐之氣，多了幾分人夫的溫潤。誰能想到當年那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尊，如今洗手做羹湯比殺人還熟練。我捏起一塊糕點咬了一口，甜而不膩，入口即化。我忽然喊了一聲蕭敬，他替我擦掉嘴角的碎屑，漫不經心地應着。我告訴他我一直有個問題想問他，我看着他的眼睛詢問他當年在萬蛇窟救我的原因，畢竟那時我是正道弟子，他是魔界少主，我們本是對立的。這件事我一直沒找到機會問個清楚，後來發生的事情太多，也就擱置了。如今歲月靜好，我突然很想知道答案。蕭敬的手指頓了頓，他挑眉看我，問我是否真想知道。我堅定地回應他是。他輕笑一聲，在他邊坐下，把玩着我的一縷頭髮，調侃我記性太差。10年前寒鴉嶺亂石堆，我愣了一下，記憶開始回溯。10年前那時候我才剛拜入沈清寒門下不久，第一次跟着宗門去寒鴉嶺歷練，圍剿魔族餘孽。那時候我膽子小，又因為資質平平，被師兄師姐排擠，一個人落在後面。在一處亂石堆裡，我發現了一個滿身是血的少年，他看起來比我大不了多少，渾身都是傷口，眼神卻兇狠得像頭瀕死的孤狼。他手裡緊握着一塊鋒利的石片，似乎只要我敢喊人，他就會撲上來咬斷我的喉嚨。當時師尊教導的是魔族皆是嗜血成性之徒，見之必誅。可我看着那雙倔強又絕望的眼睛，鬼使神差的沒有拔劍，也沒有喊人。那天很冷，寒風刺骨，我蹲下來，從懷裡掏出我僅剩的口糧，還有一瓶我自己都捨不得用的金瘡藥，把東西塞到他懷裡。我讓他快些離開，往西邊走，那邊沒有人。說完，我就匆匆跑開了。後來師尊問起有沒有發現異常，我也撒了謊。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蕭敬，問他那個小狼崽子是你？蕭敬臉一黑，反駁我說那不是小狼崽子，是他落難之時。他沒好氣地哼了一聲，但眼底卻是溫柔的，說那時候魔界內亂，他被叔伯追殺，逃到寒鴉嶺，以為必死無疑，沒想到碰到了我這個傻丫頭。他抱怨當年的饅頭硬得差點崩了他的牙，但他也坦言那是他這輩子吃過最香的一頓飯。他說後來奪回魔尊之位，曾偷偷去凌雲宗看過我幾次。蕭敬的聲音低了下來，訴說着他看到的一切。他看到我被沈清寒那個偽君子呼來喝去，看到我在雪地裡跪着受罰，看到我傻乎乎的為了那個宗門付出一切。他說他當時想帶我走，可那時候我滿心滿眼都是我的師尊和正道。直到那天在萬蛇窟，他感應到我有生死之劫，他伸手將我攬入懷中。他告訴我說當年我一念之仁，救了魔界未來的主子，所以萬蛇窟下他還我一命。以前是我護他一頓飽飯，往後餘生換他護我一世周全。我聽得鼻尖發酸，眼淚忍不住又要掉下來。原來緣分早在10年
前就已經種下。原來，在我被全世界拋棄，被师尊當作婢女的時候，一直有個人在暗處默默地記掛着我，等着接住墜落的我。蕭敬見我落淚，有些慌亂地替我擦淚，還說早知道就不告訴我這些了。我破涕為笑，鑽進他懷裡，緊緊抱住他的腰。我輕聲喊他，他應了一聲。我問他當年那個饅頭是不是真的很硬？他頓了頓，回應我說硬得像鐵塊。我笑着告訴他，以後我給你做軟的。他溫柔地應下。窗外大雪紛飛，屋內暖意融融，搖籃裡的孩子睡得香甜。這一世我終於沒有選錯人。婚後第5年的冬日，魔芋的雪落得比往年都要綿密，寢宮的地籠燒得正旺，暖浴鋪就的地面泛着溫潤的光，驅散了窗外所有的寒意。我趴在鋪着白狐球的軟榻上，指尖輕輕戳着面前搖籃裡小家伙鼓起來的臉頰。阿念已經5歲，大名取作蕭念寧，眉眼間盡是蕭敬的英挺桀驁，偏偏性子隨了我幾分通透，一雙眼睛亮得像藏了整片星空，此刻正攥着我的發梢，咿咿呀呀的不肯撒手。身側線下柔軟的弧度，帶着熟悉的冷松與炭火氣息，是剛從意式店回來的蕭敬。他褪去了一身染着寒氣的玄紅外袍，指着一件寬鬆的朱紅居家錦袍，往日裡翻覆纖磨2階的手，此刻正端着一盤剛出爐的栗子糕，指尖還沾着一點細碎的糕粉，溫熱的糕點被遞到唇邊，甜而不膩的香氣漫開，是我吃了5年依舊沒膩的味道。誰也不會想到，當年那個令整個修真界聞風喪膽、殺人不眨眼的魔界少主，如今洗手做羹湯的手藝比揮刀斬敵還要熟練100倍。指尖的碎屑被溫柔拭去，帶着薄繭的指腹輕輕蹭過我的唇角，動作裡的小心翼翼是只對我和阿念才有的溫柔。這5年裡，我和蕭敬聯手整頓纖磨2階，當年立下的嚴禁爐鼎修煉之法的禁令，早已推行到3界的每一個角落。凡是敢以他人身軀為爐鼎，行採卜之事的修士，無論纖磨一經查實，便會被廢去修為，永世不得再踏修行之路。起初推行時，並非一帆風順，不少靠着爐鼎之法進階的老修士陽奉陰違，甚至暗中聯合起來抵制。可蕭敬從不會給人留第2次犯錯的機會，幾次雷霆手段下來，3界之內再無人敢公然觸碰這條紅線。世間風氣煥然一新，再也不會有像我當年一樣被蒙在鼓裡養了10年，最後險些被敲骨吸髓的姑娘。只是平靜之下，總有暗流在悄然湧動。前幾日，接連有3個仙門傳來急報，門內3名純陰或純陽體質的低階弟子接連失蹤，在被找到時，早已被人採卜盡了，一身修為與精血，成了一具冰冷的枯骨。現場沒有留下任何多餘的痕跡，只有一絲極淡的屬於凌雲宗的清新絕氣息，還有一縷幾乎要消散的魔族殘煞。負責追查此事的魔將傳來消息，所有線索都指向了當年沈清寒的心腹舊部，還有5年前被蕭敬清剿時侥幸逃脫的叛黨一滅，他的親叔叔當年發動叛亂奪位的蕭厲。更讓人在意的是，5年前被廢去修為，貶到凌雲宗外門做雜役的洛依依，早在3個月前就沒了蹤跡。負責看管他的管事只說他偷了宗門的低階盾符跑了，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指尖無意識地摩挲着軟榻的邊緣，我垂眸看着搖籃裡睡得正香的阿念，心口莫名泛起一絲極淡的不安。這5年，當年那些在我腦海裡飄來飄去的彈幕，早已隨着沈清寒的死消散了大半，只有偶爾觸及和沈清寒相關的線索時，才會有幾行極淡的金色字跡一閃而過。就像此刻眼前飄過一行極淡的字，快得幾乎抓不住。小心洛依依，他從來沒放下過恨。我的指尖微微一頓，我抬眼看向身側的蕭敬，他正垂眸看着阿念，眼底的戾氣盡數化作溫柔，可指尖卻下意識地摩挲着腰間的長刀，顯然也察覺到了這件事裡的不對勁。我側過身，靠在他的肩頭，指尖輕輕搭上他的手腕，將那些查到的線索和心底的不安盡數傳遞給他。他反手握住我的手，掌心的溫度滾燙而堅定，手臂收緊，將我攬進懷裡，下巴輕輕擱在我的髮頂，無聲地傳遞着安撫。不用多說一個字，我們早已默契到只需一個眼神就能明白對方的所有想法。第2日天剛亮，我便帶着一隊魔兵趕往了凌雲宗。5年過去，曾經風光無限的正道第一宗門早已沒了往日的盛景，如今只剩下一片蕭瑟破敗。守山門的弟子看到我身上的魔氣，嚇得臉色慘白，連滾帶爬的跑進去通報，連攔都不敢攔一下。我踩着滿地的落葉走進宗門，當年我在這裡待了10年，每一寸土地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可如今再看，只覺得物是人非，心底沒有半分波瀾。當年高高在上的長老們，如今一個個佝偻着腰，畢恭畢敬地站在議事堂裡，連頭都不敢抬一下。我坐在主位上，指尖輕輕敲着桌面，目光掃過面前戰戰兢兢的眾人，沒有半分多餘的寒暄，直接問起了洛依依的下落，還有沈清寒當年留下的所有禁地。长老們不敢有半分隱瞞，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所有事情。洛依依被貶為雜役後，從未安分過，平日裡靠着當年沈清寒留下的那點情面，在宗门裡拉幫結派，沒少欺負其他雜役。3個月前，他偷了宗门庫房裡的盾符和幾張沈清寒當年留下的手札殘頁，連夜跑了，沒人知道他的去向。而沈清寒當年在宗門後山，除了煉化爐鼎的禁地之外，還有一處只有他自己能進的密室，就連當年最受寵的洛依依都沒能踏進去過一步。我起身往後山走去，蕭敬不知何時趕了過來，悄無聲息地跟在我身側，他的手始終按在腰間的刀柄上，周身的气息緊繃，時刻防備着所有可能出現的危險。密室的石門上刻着複雜的禁制，是沈清寒的独門手法，當年我跟着他學了10年，早已爛熟於心。我的指尖捏動法訣，石門緩緩打開，一股尘封多年的寒氣撲面而來，裡面沒有我想象中的珍寶或是功法，只有滿地被銷毀過半的手札，還有一個落滿灰塵的木盒。我蹲下身，撿起那些散落的紙頁，指尖拂過上面熟悉的字跡，那是沈清寒的筆記，一筆一劃都帶着他獨有的清冷孤傲，可裡面寫的內容卻讓我渾身的血液都快要凍結。我從來都不是什麼凡間孤女，我是上古純陰血脈的最後一位守護者，我的母親
親是純血脈一族的族長，當年他帶着族人為了躲避修士的追殺，隱居在極北的寒淵之中，與世隔絕。而沈清寒早在20多年前就知道了純陰血脈的存在，他當年修煉無情道遇到瓶頸，偶然得知上古純陰血脈不僅能做頂級爐鼎，若是能完整剝離血脈融入自身，便能直接突破境界，飛升成仙。從此便開始了對我母族的追殺。我的母親為了保護我，在我還是襁褓嬰兒的時候，就封印了我身上的血脈氣息，將我送往凡間的普通人家。她自己則帶着族人與沈清寒拼死相搏，最後全族覆滅，只有少數幾人逃了出去，下落不明。沈清寒找了我整整15年，才終於在凡間找到了血脈封印有所鬆動的我。他将我帶回凌雲宗，收為唯一的親傳弟子。從一開始就不是看中了我的资質，而是為了一點點解開我身上的血脈封印，將我養到血脈完全覺醒，再完整剝離。那些年他給我吃的所謂補藥，那些所謂的歷練，那些一次次把我推向生死邊緣的考驗，從來都不是為了讓我提升修為，而是為了用生死絕境激發我體內的純陰血脈，讓封印更快鬆動。手札的後半部分還寫了關於洛依依的事情，她根本不是什麼無父无母的孤女，而是沈清寒早年游歷凡間時與一位凡間女子生下的私生女。那女子早逝，沈清寒便將年幼的洛依依帶回了凌雲宗，对外只稱是捡來的孤兒，收為弟子。他对洛依依的所有縱容，所有偏愛，從來都不是因為她天资出众，也不是因為她懂事貼心，而是出於对這個私生女的愧疚與補償。他一邊把我當成未來要剝離血脈的工具，一邊把自己所有的溫情都給了他的親生女兒洛依依。他用洛依依的存在打壓我，刺激我，讓我一次次陷入自我懷疑，情緒的剧烈波動同樣能加速血脈封印的鬆动。就連當年把我推下萬蛇窟，也是他和洛依依早就商量好的。他算準了我在生死绝境下血脉会有一次大的鬆动，也算準了就算我真的死在萬蛇窟里，也不过是损失了一個還沒成熟的工具，對他沒有半分影響。紙頁從指尖滑落，我站在原地，只覺得渾身發冷，胃裡一陣翻江倒海的惡心。10年師徒情深，10年自我 PUA，10年心甘情願的付出，原來從始至終都只是一場精心策劃了20多年的騙局。我以為他是不愛我，原來他從始至終都只把我當成一件有生命的器物，一個能讓他飛升的工具。一只溫暖的手覆上我的後背，帶着熟悉的溫度，輕輕順着我的脊背，驅散我身上的寒意。蕭盡將我攬進懷裡，手臂收得很緊，像是要把我揉進骨血裡。周身的煞氣幾乎要凝成實質，卻在碰到我的瞬間盡數收斂得乾乾淨淨。我靠在他的懷裡，聽着他沉穩有力的心跳，那些翻湧的惡心與寒意終於一點點平復下來。手札的最底部還夾着幾張被藏得極深的紙頁，上面記錄着沈清寒的疑惑，他記錄着給我餵下的催熟散，調性總是比他預想的要弱上3成。我體內的血脈封印鬆動的速度也遠比他計算的要慢，甚至有好幾次我在瀕死之際，體內都會出現一股極淡的魔氣護住我的心脈和元神，讓他百思不得其解。看到這裡，我猛地抬起頭看向身側的蕭盡，他的耳尖微微泛紅，眼神有些閃躲，像是被戳破了什麼秘密。握着我腰的手下意識地緊了緊，在我的注視下，他終於還是鬆了口，將那些塵封了10年的過往一點點講給我聽。當年寒鴉嶺一別，他靠着我給的那瓶金瘡藥和半個饅頭，撐過了最艱難的時刻，一路逃回了魔域，用了整整3年的時間平定了內亂，手刃了叛徒，奪回了本該屬於他的魔尊之位。從始至終，他都沒有忘記過那個在寒風裡蹲下身給一個魔族餘孽遞藥和饅頭的小姑娘。他曾無數次偷偷潛入凌雲宗，就為了遠遠看我一眼。他看着我被沈清寒呼來喝去，看着我在大雪裡跪着受罰，看着我被師兄師姐排擠孤立，看着我傻乎乎的把沈清寒當成神明，掏心掏肺的對他好，看着沈清寒一次次把我推向生死邊缘，只為了激發我體內的血脈。他無數次想衝出來帶我走，可每次都看到我提起沈清寒時眼裡亮起來的光。那時候的我滿心满眼都是我的师尊，我的正道，根本不會相信一個魔族少主的話，更不會跟他走，所以他只能在暗處一次次的幫我。沈清寒給我餵下的催熟散，每一批都被他偷偷潛入丹房，換掉了3成的藥材，延緩了藥性發作的速度，讓我體內的血脈封印不會那麼快被解開。我每次受罰瀕死，都是他暗中注入一縷魔氣，護住我的心脈和元神，讓我能撐過那些難熬的夜晚。當年斷腸崖歷練，我被師兄師姐推下懸崖，不是沈清寒暗中護着我的元神，而是他提前在崖底布下了防護陣，卸去了我下墜的力道，才讓我只是受了點輕傷，沒有摔得粉身碎骨。就連當年萬蛇窟，他也不是恰巧趕到，他早就察覺到了沈清寒的布局，在凌雲宗外守了整整3天，算準了沈清寒會把我推下萬蛇窟，就等在崖底，等着我徹底看清沈清寒的真面目，等着我心甘情願地跟他走。原來在我被全世界拋棄，被最信任的人當成工具和弃子的時候，一直有一個人在暗處默默守了我10年，等着接住墜落的我。原來我從來都不是孤身一人。鼻尖一酸，眼淚不受控制地掉了下來，砸在他的衣襟上，暈開一小片濕痕。他頓時慌了手腳，手忙腳亂地替我擦眼淚，動作笨拙又溫柔，嘴裡不停念叨着早知道就不說了，惹得我哭鼻子。我破涕為笑，伸手環住他的脖子，把臉埋進他的頸窩，緊緊抱住他，感受着他身上滾燙的溫度，心裡那些積攢了多年的委屈與陰霾，終於在這一刻徹底煙消雲散。就在這時，寢宮傳來了急報，魔兵的聲音帶着難以掩飾的慌亂從密音傳符裡傳來，阿念不見了，寢宮的結界被人強行破開，負責照看阿念的侍女被人打暈在地，搖籃裡空空如也，只留下了一只洛依依當年常戴的珠花，還有一枚刻着蕭厉徽記的黑色令牌。我的腦子嗡的一聲，渾身的血液瞬間衝上頭頂，握着傳音符的手控制不住的發抖。蕭盡一把攬住我的腰，周身的煞氣瞬間爆發，席捲了整個密室，連空氣都仿佛被凍結。那雙總是盛滿溫柔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滔天的殺意。
異。我們沒有半分耽擱，立刻循着阿念身上的血脈感應，朝着凌雲宗與魔域交界的三不管地帶趕去。那裡有一座廢棄了多年的祭壇，是沈清寒當年偷偷修建，準備用來給我剝離純陰血脈的地方。除了他自己，只有洛依依知道這個地方的存在。祭壇建在一處懸崖的底部，四周被濃重的黑霧籠罩，裡面刻滿了陰毒的符文，和當年沈清寒用來煉化我的那個祭壇一模一樣。我們趕到的時候，阿念正被捆在祭壇的陣眼中央，小小的身子縮成一團，卻沒有哭，只是睜着一雙大眼睛，警惕地看着圍着祭壇的幾個人。為首的正是失蹤了3個月的洛依依，她早已沒了當年在凌雲宗裡嬌滴滴的模樣，一身黑衣，臉上帶着狰狞的恨意，手裡握着一把淬了毒的匕首，抵在阿念的脖颈上。他的身邊站着幾個當年沈清寒的心腹弟子，還有幾個渾身煞氣的魔族修士。為首的那個正是當年叛亂失敗後潛逃的蕭麗。他們看到我們出現，臉上都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容。洛依依的目光死死地定在我身上，裡面翻湧着滔天的恨意與嫉妒。他將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歸咎到了我的身上，在他的認知裡，是我毀了他的父親沈清寒，毀了他锦衣玉食的生活，毀了他本該擁有的一切。他要夺走我現在擁有的所有東西，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的地位，我的名聲。而蕭麗和那些沈清寒的舊部目標则是阿念。阿念身上兼具着我的上古纯陰血脈和萧劲的魔族纯陽血脈，是3界之內獨一无二的完美炉鼎。只要能採補了他的血脈與修為，他們就能一步登天，突破境界，甚至能超越當年的沈清寒和萧劲。他們早就勾結在了一起。洛依依提供沈清寒留下的祭壇和血脈剥離之法，蕭麗提供人手和力量。那些仙门裡發生的採補案，都是他們用來試驗功法的手筆。祭壇四周的符文瞬間亮起，濃重的黑霧將整個祭壇籠罩，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封閉結界，將我們和他們困在了一起。蕭麗帶着魔族修士衝了上來，周身的魔氣翻湧，招招都帶着致命的殺意。他要報當年被蕭劲夺位，被逼得潛逃5年的仇。蕭劲將我護在身後，長刀出鞘，凛冽的刀光撕裂了黑霧，迎了上去。他的動作依舊凌厲果決，每一刀都帶着毀天滅地的煞氣。可我能看出來，他的注意力始終有一半放在我和阿念的身上，生怕洛依依會突然动手。洛依依握着匕首，一步步朝着陣眼中央的阿念走去，臉上帶着瘋狂的笑意，指尖捏動法訣，啟動了祭壇上的血脈剥離陣法。無數道黑色的符文朝着阿念纏去。小家伙終於忍不住瘪了瘪嘴，帶着哭腔喊了一聲娘親。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過氣，周身的魔氣瞬間爆發，手中的魔剑出鞘，朝着洛依依衝了過去。就在這時，眼前突然飄過密密麻麻的金色彈幕，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清晰。這一次沒有洗滌，沒有狡辯，沒有那些扭曲的愛意解讀，只有一行行清晰的字跡，標注着陣法的破綻，還有洛依依所有的弱點。彈幕陣法的陣眼在西北角，那裡的符文是殘的，是沈清寒當年沒補全的。洛依依的丹田是廢的，他當年被廢了修為，是靠禁藥強行提上來的，一碰就碎。他手裡的匕首淬了毒，但是对纯陰血脈沒用。桑寧，你可以直接用魔氣擋，小心他身後的那個弟子，他手裡有沈清寒留下的霜寒劍碎片，這些是當年那些高維觀眾最後的贖罪，也是他們對我打破劇本、掙脫束縛、為自己而活的最後的認可。我看着那些字跡，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腳下的步伐沒有半分停頓，身形一閃，避開了洛依依揮過來的匕首，指尖凝聚起精純的魔氣，朝着他的丹田狠狠拍了過去。洛依依根本没想到我能看穿他的弱點，臉上的笑容瞬間僵住，想要躲閃卻已經來不及了。魔氣狠狠撞在他的丹田上，他強行用禁藥堆起來的修為瞬間潰散，整個人像個破布娃娃一樣飛了出去，重重撞在祭壇的石壁上，一口黑血噴了出來，手裡的匕首也掉在了地上。我沒有給他再爬起來的機會，身形一閃，衝到陣眼中央，斬斷了捆着阿念的鎖鏈，將小家伙緊緊抱進懷裡。阿念摟着我的脖子，把臉埋進我的頸窩，小聲地喊着娘親，卻沒有哭出聲，乖得讓人心疼。我輕輕拍着他的後背，安撫着他，抬眼看向衝過來的沈清寒舊部，眼底沒有半分溫度。當年我能親手廢了沈清寒，今天就能徹底清理掉他留下的這些餘孽。我將阿念護在身後，手中的魔劍揮舞，凛冽的劍氣帶着純陰血脈的力量，朝着那些人衝了過去。5年的時間，我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在萬蛇窟裡嚇得渾身發抖，只能等着別人來救的小姑娘了。我修好了當年自毀的經脈，將焚天訣修到了最高層，我的純陰血脈徹底覺醒，卻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爐鼎，而是能掌控自己力量的獨屬於我自己的武器。那些靠着沈清寒留下的殘羹冷炙苟活的舊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不過幾招就被我廢了修為，癱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另一邊，蕭劲也解決了蕭麗和那些魔族叛黨。蕭麗被他一刀廢了丹田，打斷了四肢，像條死狗一樣癱在地上，再也沒有了當年叛亂時的囂張氣焰。整個祭壇裡只剩下癱在地上的洛依依，那些被廢了修為的叛黨再也沒有了反抗的能力。洛依依躺在地上，看着我，看着走到我身邊的蕭劲，看着我懷裡平安無事的阿念，終於徹底崩潰，發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他的嘴裡不停念叨着憑什麼，憑什麼我能擁有一切。我看着他瘋癲的模樣，心裡沒有半分波瀾，也沒有半分同情。路是他自己選的，從他跟着沈清寒一起把我當成工具，一次次推下深淵的時候，他就該想到自己會有今天的下場。蕭劲想要動手徹底了結了他，被我攔住了。死對他來說太便宜了，我讓人廢了他身上所有的禁藥，讓他徹底變回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凡人，然後把他送往了凡间邊境的善堂。
那裡收留的都是戰亂裡失去家人的孤兒和老人。他要在那裡做一輩子的苦力，洗衣做飯，照顧病人，用一輩子的時間來贖他犯下的罪，這比殺了他更讓他痛苦。蕭麗和那些叛黨被廢去修為，打入了魔域的鎖妖塔，終身監禁，永世不得踏出一步。沈清寒的那些舊部被剝奪了仙骨，貶為凡人，永世不得再踏入仙門一步。而早已破敗不堪的凌雲宗，因為多次牽涉蘆鼎採捕案，被各大仙門聯合除名。宗門舊址被我們改造成了純陰血脈守護者的紀念館，裡面刻着當年被沈清寒殘害的母族眾人的名字，用來警示後世所有修士，血脈與身體從來都不是用來交易和採捕的工具。在那裡，我找到了當年僥倖逃脫的母族族老，還有仅剩的幾位族人。他們看到我身上覺醒的純陰血脈，激動的老淚縱橫，對着我深深鞠躬，說我是純陰一族的希望。我在寒淵待了半個月，了解了母族的過往，也明白了纯陰血脈真正的意義。它從來都不是用來做炉鼎的工具，而是用来守護三界陰陽平衡的力量。我解開了多年的心結，也和過去那個總在自我懷疑的自己徹底和解。回到魔域的時候，又是一個大雪纷飛的冬日，寝宮的地龍燒得正旺，暖爐上烤着的栗子糕冒着熱氣，甜香漫了整個屋子。阿念穿着厚厚的紅棉袄，在庭院裡踩着雪跑來跑去，萧敬跟在他身後，手裡拿着一件披風，生怕小家伙凍着。往日裡殺伐果斷的魔尊，此刻活脫脫像個操碎了心的老父親。我靠在門框上，看着院子裡的一大一小，嘴角忍不住揚起笑意。萧敬察覺到我的目光，抬眼朝我看來，眼底瞬間盛滿了溫柔。他快步走到我身邊，脫下自己的外袍披在我的身上，他将我攬進懷裡，低頭在我的額頭上落下一個輕柔的吻，雪花落在他的髮梢，融化成細小的水珠。他的懷抱依舊滾燙而堅定。寢宮的地龍終年燃着暖玉，恆溫的暖意裹着店內淡淡的蘭香，漫過每一個角落。不知不覺又過了5年。今年的冬日，雪落得比往年更纏綿，鵝毛似的雪片鋪了滿院，踩上去只留下淺淺的印記。我靠在暖閣的窗邊，指尖捻着一枚剛從极北寒淵送來的玉佩，玉佩用寒淵獨有的暖玉雕琢而成，上面刻着纯阴一族的族徽，是母族族老托人送來的生辰贺礼。身側的軟榻陷下一塊帶着熟悉的松木與炭火氣息。蕭敬剛從議事殿回來，玄紅外袍上還沾着未化的雪粒，指尖帶着微涼的溫度，輕輕附在我握着玉佩的手上。他掌心的溫度順着指尖蔓延開來，驅散了玉佩上帶着的極北寒氣。另一只手將一件織金的狐裘披風搭在我的肩頭，動作輕柔地避開了我垂落的髮梢。不遠處的地毯上，阿念正蹲在那裡和一只通體漆黑的小魔蟲玩鬧，一身紅衣像極了他父親，眉眼間卻帶着純陰血脈獨有的清透。此刻正攥着一顆凌厲凝結的糖果，逗得小魔蟲圍着他團團轉。暖爐裡的炭火噼啪作響，炸開細碎的火星。暖閣裡漫着栗子糕的甜香，是蕭敬一早就在小廚房裡親手做的，甜而不膩，是我吃了5年依舊沒膩的味道。我指尖的玉佩微微發燙，我垂眸看着上面的族徽，腦海裡翻湧着前些日子在寒淵時族老們說起的舊事。那些被沈清寒燒毀的族史裡，藏着一個被忽略了20多年的疑點。當年母親帶着全族隱居在極北寒淵的最深處，布下了9重隔絕血脈氣息的陣法。別說只是元嬰期的沈清寒，就算是非生境的上仙，也未必能精準找到族地的位置。可沈清寒不僅找到了，還精準避開了所有的防護陣法，一夜之間血洗了整個族地。除了提前被送走的我和幾個僥倖逃脫的族人，全族無一生還。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裡許久，從寒淵回來之後便始終放不下，總覺得當年的事還有被遺漏的真相。蕭敬似乎察覺到了我心緒的起伏，手臂收緊，將我攬進懷裡，下巴輕輕擱在我的髮頂，指尖順着我的脊背輕輕安撫。周身翻湧的煞氣在碰到我的瞬間盡數收斂得乾乾淨淨。我將心底的疑慮順着靈力傳遞給他，指尖摩挲着玉佩上的紋路，目光落在不遠處玩鬧的阿念身上。小家伙身上的純陰血脈與魔族純陽血脈交融，氣息穩定。可就在前幾日，他血脈初次覺醒時，竟引來了一股极淡的不屬於沈清寒的清新觉气息。那股气息和當年族地被血洗時殘留下來的一缕氣息一模一樣。第2日天刚亮，我便帶着魔將趕往了極北寒淵。蕭敬早已提前傳訊給了寒淵的族老，我們到的時候，幾位頭髮花白的族老早已等在族地入口，手裡捧着那些從廢墟裡搶救出來的殘破的族史手札。手札的殘頁上記錄着當年族地出事前3個月，有一位外出歷練的族人提前歸來，那位族人是母親的親弟弟，我的親舅舅，也是當年族裡除了母親之外唯一能掌控純陰血脈守護之力的人。可就在他歸來後的第3個月，沈清寒便帶着人血洗了族地，那位舅舅也在那場屠殺裡失蹤，生死不明。這麼多年來，族人們都以為他早已死在了那場浩劫裡，直到我在殘頁的夾層裡找到了一張被藏得極深的字條，上面是母親的字跡，記錄着他發現弟弟偷偷改动了族地的防護陣法，還與外界的正道修士有過往來。真相像一層被捅破的窗戶紙，瞬間清晰起來。當年是我的親舅舅为了一己私利，出賣了整個族群，給沈清寒遞了族地的地圖，改動了防護陣法，才讓沈清寒能精準血洗整個純陰一族。而他當年並沒有死，而是隱姓埋名，躲在了仙門與魔域的交界地帶。這些年一直暗中蟄伏，甚至前幾日阿念血脈覺醒時引來的那股氣息，也是他留下的。他的目標從來都是阿念身上兼具純陰與純陽的完美血脈。回到魔域的時候，蕭敬早已在宮門口等我，他牽着阿念的手，小家伙身上裹着厚厚的披風，看到我回來，立刻邁着小短腿朝我跑過來，撲進了我的懷裡。蕭敬快步走過來，將我和孩子一起攬進懷裡，指尖拂去我髮梢上的雪粒，眼底的擔憂盡數化作溫柔。他查清了我那位舅舅的下落，這些年他隱姓埋名，躲在3不管地帶，不僅收攏了沈清寒當年的殘餘舊部，還和鎖妖塔裡消
蕭麗的殘餘勢力勾結在了一起，甚至當年仙門裡接連發生的純陰弟子失蹤案，也都是他們一手策劃的。他們一直在等一個機會，等阿念血脈徹底覺醒的那一刻，夺走他的血脈，重現當年沈清寒沒完成的事。3日後，便是阿念血脈徹底穩固的日子，也是他們計劃動手的日子。萧勁早已布下了天羅地網，只等着他們自投羅網，而我也終於要為20多年前慘死的母族眾人討回一個公道。第2日，阿念血脈穩固的儀式在魔域的聖殿舉行，3界各大仙門與魔域的眾魔將都到場觀禮，見證純陰血脈的傳承。儀式進行到一半，聖殿的結界突然被強行破開，濃重的黑霧席捲了整個大殿。為首的人一身白衣，眉眼間和我有幾分相似，正是失蹤了20多年的親舅舅。他身後跟着沈清寒的殘余舊部，還有蕭麗的叛黨林業，一個個周身煞氣翻湧，目標直指被護在陣眼中央的阿念。可他們剛衝進大殿，無數道魔氣凝結的鎖鏈從4面8方湧來，瞬間困住了所有人。我緩步走到陣前，看着眼前這個出賣了全族的男人，眼底沒有半分波瀾，只有化不開的寒意。他看着我身上徹底覺醒的純陰血脈，臉上露出了瘋狂的貪婪。可還沒等他有所動作，我指尖凝聚的純陰之力便狠狠拍在了他的丹田之上。他強行修煉了20多年的邪功瞬間溃散，經脈寸斷，丹田被廢，整個人像個破布娃娃一樣摔在地上，再也沒有了半分反抗的能力。那些跟着他來的沈清寒旧部，還有蕭麗的叛黨，也被魔將們尽數拿下，沒有一個漏网之魚。這場鬧劇從開始到結束不過1炷香的時間。事後，我將這位出賣族群的舅舅交給了純陰一族的族老們處置。按照族規，他被廢去全身修為，打入寒淵的禁地，終身监禁，永世不得踏出一步，在無盡的黑暗裡為自己當年犯下的罪孽贖罪。而锁妖塔裡的蕭麗得知自己最後的殘餘勢力被尽數清剿，徹底沒了翻身的希望，魔心瞬間崩塌，在無盡的絕望與悔恨中耗盡了最後一絲生機，死在了锁妖塔裡。3個月後，純陰一族的新族地在極北寒淵重建完成，我帶着阿念和蕭勁一起回了寒淵，參加了新族地的落成儀式。站在族地的祭壇上，我以純陰一族現任族長的身份昭告3界，純陰血脈從來都不是任人宰割的爐鼎，而是守護3界陰陽平衡的力量。從此以後，但凡有敢將純陰血脈之人當作爐鼎的，無論仙魔純陰一族，定當全力追殺，不死不休。天際滾過一陣驚雷，那是天道的回應，也是對純陰血脈的認可。又是一個大雪纷飛的冬日，暖閣裡的地龍燒得正旺，栗子糕的甜香漫了整個屋子。我靠在窗邊，看着院子裡，蕭勁正陪着阿念堆雪人，一大一小2個紅衣身影在雪地裡鬧作一團，笑聲順着風雪飄進暖閣裡，暖得人心。頭髮燙，雪花落在他的髮梢，融化成細小的水珠。他的懷抱依舊滾燙而堅定，是我這輩子最安穩的歸宿。這一世，我掙脫了劇本的束縛，打破了既定的命運，報了血海深仇，尋到了真心待我的人，找回了自己的族群，活成了真正的自己。窗外的雪還在落，可我的身邊永遠都是春暖花開。